我觉得今年相比去年而言的话，是更曲折、更困难的一年吧。拿了冠军之后，比拿冠军之前，感觉更难打一点。直接就把对面打爆。但是现在什么？现在看着계속不用直接感觉就是打着对前一就突然就劣势。我们队最难的时候是自己没有什么思路的时候。抢到了船，刚抢到大龙，什么情况？这个太伤了，这个输的太伤了。这种强度我们已经没演过，胜利就在眼前，他们就在眼前。输的有点太干脆了，丢人，太痛了。职业选手都是在反思里进步。那我们要恭喜EDG，无敌，回来了呀！就去年的感觉是回来了，快点！把新这个排名的时候就好讲了，而且两年到现在。我们要恭喜EDG，让2追3，来胜成败，再一次！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带着自信再出发吧，不怕失败，做法。Welcome to Iceland。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3天，按照规定，我们一共要在这边进行6天的隔离。3、2、1，骑士归来！我们恭喜EDG成功的晋级4强。沙之地进决赛，恭喜EDG，恭喜EDG！喊出他们的名字，从塔拉哈西到梅克雅维克，这6年我们等了太久。我觉得去年在冰岛夺冠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此生难忘。当时细节什么记不住了，我只记得推架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叫了，所以肯定是很爽的感觉。当时确实是那种，就是好像把自己心里面一直想做的事情做到那种感觉。开心是第一点，然后其次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冠军的荣耀的话，其实也是要鞭策我们要继续向前走。不是你等我们关照两，等我们跟主播讲。来，关照两句，好吧？关照两句。来，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好吧？我们新的赛季开始了，还是那句话，有的东西我们要记得，但是有的过去我们要忘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大家记住联赛，对吧？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好吧，重新起航，1、2、3，向上集中，好吧？1、2、3，集中！说实话，拿了冠军之后，比拿冠军之前感觉更难打一点，因为来挑战你的人，说实话就是可能会迎接我们比较多，对，然后我们要就是迎接各种各样的困难嘛。其实压力也会有一点，身上的担子会感觉重一点，但也会让自己更加自信。对我来说，今天的目标就是还是经营世界赛。我觉得从春季赛开始，我知道我们战队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我们的心态也好，状态也好。春季赛、季后赛的时候那样输了之后，我感到就是今年就是有点难吧。对今年的春季赛没什么印象。春季赛输的比较多，都是不好的印象，就是感觉大家都各自存在一些问题吧。盛香波的 TP 姐这边已经开始留人了。好玩倒的，AD， 我应该杀不了 ，AD 杀不了。姐姐你死血，应该跑不掉的。Miko 这边也是残血。啊，好像不行，没办法，会被一波吗？会被一波。这波 EDG 是主动去寻找机会，但是无奈啊，出现的坑有点太大了。可能在拿完冠军之后，心态上放轻松太多了吧。然后在春季赛输掉比赛之后，也没有及时调整过来。5个人都有吧，就是都有点累了，就是那样感觉。所以我们其实时间不多，我们要拿到好结果的话，就是今年也要认真努力，但不够吧。那这个时候 EDG 其实是没有位置的，先打架吧，打架。OK， 先辅助，先辅助。我已经拿下了，打2个。哇！乌龙菲勒斯大招打得非常完美，直接杀了3个。那这一把感觉要结束了呀 ，Becky。唱一下。可惜，有点可惜吧，没打好哎。
哦，第一次见到这么熟的。哦，给我冲上头了，那一波。太伤了呀，这个。你们现在要是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说，我是觉得。 근데 사실 좀 문제가 많은데 그냥 나는 일단 기본기부터 좀 끌어올려야 된다고 생각하고 그러니까 사실 이 게임을 이기기 위해 우리가 엄청 많은 연습 경기하고 많은 피드백을 하지만 사실 이 게임을 이기기 위해서 엄청난 운영 방식이나 엄청난 판단이나 그런 게 필요할 것 같지만 사실 잘 보면은 게임 해본 사람들 알겠지만 되게 사소한 거 하나하나에서 엄청 많이 갈린단 말이야. 예를 들면은 내가 가장 많이 하는 게 라인전이니까 예를 들면 뭐 한 대 더 때리고 한 대 더 피하는 걸로 게임이 완전히 달라진단 말이야. 我觉得道玄说的挺有质量。我觉得就总结就2点，一个是我们的基本功要提升，说白了就我们状态现在没有之前好。第二就是我们沟通很急嘛。 然后我们沟通如果没有做得很好，就会导致我们判断也急。 대화를 한다는 느낌 안 했어. 오늘 대화는 只单看今天的대화感觉不是在这个沟通啊，不是在互相沟通，不是在对话，而就感觉就是每个人就是执着自己的嘛，执着自己的想法，就是在做那件事情而已。就是谁是啊，我要突破这边，我要去那边，就完事儿。우리가 예전에는就看下来就知道以前的我们和现在我们운영을 못하더라도以前我们即使运营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前期的对线期啊打得很好，很强势，就不用去看什么运营怎么直接就把对面打爆。但是现在是什么？现在看上感觉就是打着对线就突然就劣势了。魏哥，你们说第一把就是他推线，然后我们去动线后面。 就他可以那样玩，然后没抓到那个机会，没玩。那其实你说的就是你跟赵宇杰打，现在就打得很猛嘛，找不到机会，然后沟通也。最近都是。你们刚刚都说了自己想法吧，我觉得就是这东西我们就是教练组，现在也会知道，我们也会去调整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去讨论东西。对。就这种东西就是。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关于我们训练赛产生这种失误之后，你们有没有就针对这个问题真的好痛下决心去改？因为我们一直有说，然后你们还是说在比赛里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对吧？然后训练赛还能复盘完说完之后就没有效果嘛，说白了。整一个春季赛在训练的过程中，有一点点。 就是挣扎理不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们春季赛选手虽然没有换，但是我们的教务团队相当于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嘛，然后可能在整一个新一轮的配合，特别是在夺完冠军以后，选手会对于教练组有更高的要求，然后教练组也有一轮自己在教学方式或教学方法上的一些调整，所以说在整一个春季赛，新的教练组在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和调整的过程中，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样侧面外面被击杀，好像要一波了。我恭喜微博，3比1拿下 EDG。但只能说这个赛季 EDG 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去改变的方法吧。也希望夏天 EDG 能够卷土重来。那当然，对于微博来讲，下一轮继续加油。训赛应该是联赛第7进入季后赛，至少还是想着以我们队伍的实力而言的话，可能会获得比这个要高一点的名次和积分。 但是没想到，可能就是只获得了10分的这个积分嘛。春季赛输完的话，就觉得好像我们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们本身的实力应该大家都很强，既然比赛还在继续，就夏季赛希望打好一点。其实下一赛就是面临了我们如果要进世界赛的话，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的一个压力嘛。因为春季赛没有积分，你想直接进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你要么就夏季赛你要夺冠，你要么就要去打梦惑赛。 的比赛呢，依然是选手在基地进行一个线上的比赛，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迎来线下的比赛现场。没错，夏季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状态的话是在慢慢在适应新版本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直到我们就是前面可能打一些名次比较靠后的队伍的话，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去拿下。但是呢，遇到前几名的那些队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哎，但杰杰这个位置要被包了呀！杰杰没闪绕过来了，踢过来可以踢回来。两边上单同时亮踢。Scout 这个位置的小爆弹，这是 Scout 的踢，不是船长的踢。说实话，不管是谁的踢，那个位置下来都是必死。感觉整个队伍其实也是在磨合上面，当时出了一些问题，然后选手的个人状态也有一些问题。以打团为例的话，就是当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统一吧，打得会很乱，就看上去没有一个强队该有的那种协调性。我这样就直接开了，看你吧。可以打的。对头，后面盲僧，我帮你，没事。我出来。我上盲僧，对。这个被拉麻了呀，又被拉开了。正面的伤害其实已经拉扯开了，杰只能教大家往后撤。这边架子的架子。看我，我来了。我一个20，这个没选，我被卖了这样。随便一波，看你们守住啊。我行。所以是不同的这种，我觉得不同的打法，我们该优势的这种一定要把优势的点打出来。我们是把优势的点打不出来，然后给对面一直很多机会，然后再拖到团战，然后对面打得好一点，就像今天 OMG 一样，我们打优势也没有，接团也接不过。所以你们觉得是什么？就单纯的是打团没打好。打团差距是确实能感觉到。再进出。那个还得再看一眼。打的时候就感觉很混乱，那个团战打。在可能大龙啊、小龙，然后一些决策上面，当时有很多分歧嘛。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当时可能大家的想法都是不是特别好。这条龙很关键哦，瑞士这边在往飞机脸上顶，瑞士这边顶到跑不到前，但他要把自己打大了，他在这边直接摸眼踢回了飞机，这波团战双方都是极限拉扯，卡普顿之前自己没死，这都让威武接赢了吧？今天说实话，看得我也是有点懵，我也不知道是我们是不是准备的还不够好，可能细节的地方还是要再调整。反正最后还是打团打输了，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飞机的这个玩法还得再更新一下，要什么站前先 poke 2下，然后再打起来，而不是一波冲。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我们版本的理解稍微有一点问题，我们当时的版本理解是偏向于中后期打团，但是我们中后期打团那个画面在训练里面并没有练习到很多，所以说会出现打团上的一个失误。我当时就是非常郑重的给团队就是开过一次会，当务之急是每个人先找好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选手的个人的实力状态问题，我们的英雄池的储备和英雄理解的问题，以及我们教练团队对于训练方向是否有针对于对手做针对的训练和整一个我们对于版本的解析这个问题。因为还是英雄联盟这游戏也在变嘛，就一直在改版本什么的，然后我们的玩法也要变，配合出问题肯定就有摩擦，然后一直这样，可能辛辛苦苦2个礼拜磨合的差不多，然后新版本又开始。那么久不饿吗？打完就不饿了。面对一些比较实力强的对手，然后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输掉比赛的，当时输完就有点迷茫了吧，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找对方向。因为杰杰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做一些进攻啊，线上的人呢也想做一些进攻啊，那可能在线上和打野的平衡上面不是做得很好，导致着比赛训练赛中的意外会比较多。就对我而言，可能就是有时候打久了，一直会陷入到一种固有思维里的话，就会做不好打野这个角色。所以打野可能会因为一个版本的改动，它的整个打法都会变，所以有时候没有跟上的话，就会显得自己打得很不好。就像竞赛我跟你讲，教练们最厉害的时候，永远是你想到愿意去做，能做经验活的时候，永远不是你去纠结、去思考、去影响、去变、去拉扯，没有的。就是
声音大一点，多说一点，要做什么就做，认了无所谓，这样没啥。对。他可能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改变的过程上会有那么多看起来很违和的地方，或者是他自己不那么适应的情况，所以当时候状态就会显得不稳定。输完比赛也不是就立马就能找到答案。其实自己一直打的时候，可能也在找，只是找的这个过程，比赛输了太多之后，可能队伍整体也会不太好。因为那段时间的话，我们场上的5位选手都是处于比较混乱的一个阶段嘛，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赢得游戏，然后沟通也比较混乱。那这个时候觉得就是如果杰杰去换一种视角去观看我们的比赛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开始去替补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我就是来找我们队的问题，所以当时也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队伍到底缺什么，以及我如果要打的话需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只需要多看看别人是怎么玩的，然后多看看我们自己队伍在打比赛的过程中，然后需要在什么时间段打野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其实基本上就会能懂自己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他不用完全改变自己的一个风格，他只需要去调整过程中的一些选择跟判断就行了。职业选手都是在反思里进步。所以说就是那段时间会这样子选择，而且俊佳那段时间的训练状态也还不错，也是可以顶上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做这种尝试。夏季赛重新回到队伍的感觉，就希望自己能变得比之前更好。前几次会很紧张，后面就越来越好。俊佳的话就是可能更能让我们对线人更舒服，他是那种比较保我们线上吧。赵爷的话就是他其实想法比较多，他可能更多的是找到机会想我们去配合，所以各有各的好处。我觉得俊佳其实我们给到他的训练赛的场次也相对比较少嘛，那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能够就是帮助队伍去弥补杰杰的这个空缺吧。这里看一下吗？没啥，我这个看。정규 시즌도 그렇고 유독 올해 좀 역전패나 역전승이나 뭐 이런 게 많았던 것 같은데. 然后打滔博又被翻盘，然后打RNG又被翻盘，那段时间对我们而言是最难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调整的正确的方向，然后我们又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跟尝试，但是一直没有拿到一个好的比赛结果。对啊，我们当时复盘感觉花了很多时间，对，然后也聊了很多东西。说白了，那段时间其实非常需要一局有质量的对局，然后赢下来可以长士气。猴子直接被秒掉，那边的话那也要拍2个，拍到 V word， 一个 W 一个 Q 再 A 下去，这一波打完滔博就有点小裂开。打滔博跟打 RNG 都是那种特别想赢的对手，然后自然就会有一点顾虑，可能想稳一点啊，再拖一会，或者说想一波吃掉对面，就发生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打，我变大了。我觉得要打架。我先打骨头。第一下要先打申江哥，突回来，龙日血200血，猴子抢到了，而且那里面也很残，中了 JK， 大招给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血量保持的还可以，死高的公司就杀过来，有伤没有击到。跟冲击赛一模一样。因为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在游戏里面发生过很多次了，就可能每次的刚好那个赛点嘛，就是一波很僵持的团，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点害怕吧，就没有把握好那个时机。身材跟变小了，不可以打 RNG。我抢到了，船长抢到大龙，什么情况？船长有远古龙 buff 的，这把 RNG 战力还是可以。嘎啦没倒，嘎啦复活，嘎啦杀完了呀，嘎啦杀完了，中路有兵线1波了。这个太伤了，这个输太伤了。这种强队我们一直没演过，胜利就在眼前，他们就会点击，其实打的没有问题了，对吧？哦，大龙没抢，哎呀，可惜了嘞。知道输在哪了吗？知道输在哪了吗？知道输在哪了吗？
什么？为什么不利用大龙打架？为什么一定要抓大龙？我说了多少次了？上次打完比赛我就说了，我们有主动权的时候，利用大龙打架。2波大龙你们开了团吗？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发火，就包括选手也非常的惊讶吧。 특히 가장 책임감을 많이 느꼈을 충분히 이해가 됐고 그렇게 할 만한 이유가 있었다고 생각을 하는 게 당연히 그런 식으로 게임을 패배하고 나면 남은 경기가 그때 아마 남은 경기가 굉장히 쉽지 않은 상대들이 남아있었을 텐데 책임감도 느껴졌을 거고 좀 불안하고 조급한 마음이 당연히 생길 수밖에 없고 그런 경각심을 주는 약간 이벤트는 필요하다고 생각을 했습니다. 그때는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差不多到了再不突破自己也差不多要结束的那个时刻，因为打成那种情况被翻盘的话，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心态上是有问题的。你们最多就死1、2个，波比死吗？纳尔死吗？你死吗？我们领先9分块钱，我们领先1万经济，你们不敢有人进去卖，把这个团开起来，那打啥？我们要的是团赢啊，不是要一个人不死啊。我觉得我们前期打的挺好的，但我们就是到了游戏中后期。我是当时还是挺自责的吧，因为在游戏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也是我应该要说的，然后我也没说到，然后输了嘛，最后。就是可能那时候对面装备也有点好了，然后就有点不敢开了。换作是谁来看这场比赛，应该都看得很生气，就是觉得要打比赛不要那么怂吧，要果断一点。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办法，后悔也没用了。你们现在再怎么后悔也不行了，知道吧？要把这个怨气转移到对手身上去，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觉得我们现在队伍不行。确实，我的队友不行，别想这种东西，没用的。你们现在穿的是 EDG 的队服，那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咬咬牙走到最后，对吧？不过我相信啊，打完这把你们应该会觉得，你们会有那种感觉，打得比之前好了。我期望你们内心里面的东西是这样子，打得比之前好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在季后赛之前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目标肯定是进世界赛嘛，所以我们其实就很明确的告诉选手，就是你们想进世界赛，最少要打几个 BO5，那让他们去特别做好心理准备吧。也根据赛程，我们也尽量跟训练赛的对手去安排在模拟比赛时间上去做练习，因为以往的那种比赛时间点可能对选手来说是吃饭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也特别去针对这部分让我们去调整作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帮他们总结一些季赛的问题吧，然后就好好的去准备季后赛。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团队调整的还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在训练上到底练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练的东西该怎么打，然后针对于不同的对手，我们是怎么样针对性做得更好一些。整个团队里面能够给予团队更多的正回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手们状态也更加恢复了。一开始季后赛的目标就是希望先赢2个 BO5，然后拿到复活甲。欢迎收看2022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夏季赛季后赛 ，RNG 对阵 EDG 合创汽车，让我们欢迎 Royal。因为常规赛的后半段是俊佳打的嘛，然后俊佳的一些英雄还有一些打法和习惯，其实是也被很多队伍去慢慢的开始被研究了，然后导致他在第一轮打 FunPlus 的时候的发挥受限制了，他自己那段时间也稍微就是有起伏，因为另一方面杰其实在场下就是观察了很久的，他平时可能他没打的时候，他也在看我们训练嘛，就是看我们训练赛的话，能看出更多的问题，然后他再去思考想一下
怎么样更好。我就在那段时间保持好自己状态吧，然后随时准备上场。多听一下队友说话啊，配合一下兄弟们。做一件事就很容易。露露没闪的，能看吗？可以。直接过来开了。刚说到下半区直接开杀了，直接成就Viper的大杀特杀，小别走不掉。锁档，下去吧，慢点。李姐直接开线之后要去开嘎了，要被撞起来了，再接一个赵杰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每次都下去充会电，然后上来就拿下了，只能说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意思，但是觉得挺好的，毕竟在我们牛，只能说大赛型选手，这5个字送给他。没啥大赛型的，只是平时的比赛比较搞吧。我们恭喜李姐面对RNG签下了一城，加油是吧？加油，打得好，开得很果断，赵李杰无敌。我觉得他就是在比赛里面的判断比之前果断更正确了很多，尤其是下路软辅对局的时候，他能自己去控制这个节奏，开团的选择，还有抓机会的这种选择，姐姐就变得比之前要果断而且自信了很多吧。就想着休息那么久了，是时候重新展示自我。他们在打龙，能看吗？在打龙看一下。在打龙，我们上个 TV。OK 来 ，OK 看一下。龙掉了，打架吧，看一下。辅助被闪。现在要被先锤了。小明被冲到了，接龙，打了。接着打吧。nice 兄弟们 nice， 慢慢打，我们已经赢了，好吧？对。让他们开我们，他们会下路来。打断了。只能开我，谁？干锅给了，进不来，回一个，虚弱。在这场面对RNG的标舞淘汰赛中，将对手送走。nice 兄弟们，无敌，回来了呀！就去年的感觉是不是？回来了，赵李。干得漂亮，赛后采访。我吗？nice，干得漂亮。可能我们打滔博的话，应该会是一场硬战吧，因为两边下路的实力都很强，然后再加上滔博的英雄池也跟我们比较接近，我觉得反正会打得很激烈。挺开心的，感觉大家打得很好。今天赢了RNG，心情肯定很爽。你今年生日又有比赛打了，开心吗？我觉得挺好的，就去年开始就有比赛打了，现在今年也要打，只能含泪打比赛，没什么办法。好，下巴低一点点，今年的生日不行，那一天被3-0裂开，有点难顶，比较不开心吧，就这样。有个春哥甲在，被打出春哥甲，这边让怎么说？布兰朵的单面马上要结束了，奈德一推的比较的一般，在这边杰给拉布活下来了。往前走，我死掉了，这都没打过。恭喜滔博，恭喜滔博，下场加油吧。还有妈在，兄弟们，感觉那波你开到我应该跟的，我的，没事，直接被3-0，有点可惜。就是那个撒谎没秒掉，然后金身了，然后起来他反打了一下。他起来差点伤害挂的时候，你给我看一下那个。我感觉硬开容易失误，正常，感觉是不能这样开。我们提前就站中了，中线我们都没管。首先，我觉得就是轩辕军在整个季后赛上的表现一直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就是打到滔博之前吧，其实他打任何一个上单都是一个对位上非常优势的一个状态。然后那场比赛其实输给滔博也其实是我们整个队伍大家都有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吧，但是他就非常自责，因为他觉得自己前面状态保持的也很好，然后想着带着队伍赢吧，但是在那么一个对他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天就输掉比赛，那肯定心情会比较差。输的有点太干脆了，被3-0就没什么好说，丢人，输了就痛太痛了。他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比如说在训练赛中或者是比赛上，他某种特定的对局打输了之后，他就会特别的
自我懊恼吧，然后也会特别去花时间去钻研对线之类的，甚至是找认识的其他队伍的上台去做 solo 练习吧。可能大家觉得他平常就是嘻嘻哈哈的，但是他对于他个人的东西也是要求蛮高的。我觉得就是相比较去年的话，炫君其实状态比去年还要好吧，因为经过去年一整年的洗礼，不管是心智也好，或者是他的风格打法上变得更稳定。李炫君的今年的夏季赛一开季以后，他的状况和表现，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态度或者他想做的事情已经摆在那了，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位置多研究、多打，在游戏里面多配合。训练赛中那种无效的练习越来越少了，然后自己配合团队和自己勇于担当团队的表现越来越多了。他只有他不想做，他没有他想做的时候，他做不出来。今年可能比去年准备的更充分，去年可能有时候第一把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紧张那种感觉，还没热身那种感觉。今年就比较少这种感觉，肯定是挺多原因的，休息要休息好，或者赛前准备也要准备好，研究一下对手这种。我觉得他是想证明自己，就是他身为冠军上单也好，或者是给那些年轻的上单就证明一下，就是他还能打。现在那种年轻人猛将太多了，全是猛将，我只能坚持。他是队伍里牺牲最大的一个角色吧。他不是那种因为打不过而去抗压的上单，他是因为我们需要他抗压，他才会去那样。但当他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能期待我们去赢下去。出滔博的时候已经想好了，看能不能改变就看下一场，所以抱着必须赢的那种心态。 끝나고 나서는 자시도록 갈 생각은 전혀 하지 않았고 절대 안 진다고 생각을 했고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将进入2022 LPL 全球总决赛资格赛的阶段，这场战役也将决出第3张世界赛门票。 KTA 都这么高 ，KTA， 那全保 KTA 要打。只保 KTA 的。你不要紧张，好吧？你不要紧张，我们都有的啊。你先别急，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来，1上，加油，好吧？3、2、1， 一起加油！ 他应该会想玩暖辅哦，不动猫 OK， 这把是往猫拿了，对，这样的话是猫咪跟沙皇的对开了啊，猫咪沙皇一边一个，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第一把要去赌对面，就是会不会拿猫这一点嘛，在进行 BO 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有不确定的这种因素的时候，是要通过一局去验证的。然后我们那把其实选的是比较偏向于发育的泽利跟沙皇，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打上了。 那打上的话，就是可能在游戏的过程里面有一点失误。呼吸哥的血量已经非常残了，应该还有一个反击风暴开启，跳到君家身上再交闪现，但是鳄鱼紧接着闪现一技能过来想去找位，但是因为立刻闪现拉开，导致第一段横冲直撞没能打出来，还差一下反刷了个盾。猫咪带了贾克斯的身上，果然让贾克斯生龙活虎。 感觉不行，应该有波。准备下把吧。下把吧。第一时间要被秒了，狂野神恐怕救不太起来。鳄鱼一巴掌将其拍翻在地，双方打了波1换1，小维弹起拉开，同时 Viper 也已经脱离了战场，没有办法打后续的输出。那这个龙给吧。给吧。我突然有没有直接打？这样不好，不用硬不用，就是只要优势，打完优势就够。正面3个人也是带着上路的兵线直接过来推门牙塔，直接2比0。是的，2比0，红霞安基先得赛点。 我们里面的氛围一定要就是好一点。对。其实就是跟他说，第3把的话，他要做好准备上场嘛，然后问他对前2把的一个看法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杰杰跟我的判断也差不多嘛，他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选一个偏向于主动的阵容了。这2把的话，我感觉就是他们有点稳，说实话有点不太好突破。我们选了2把上路的鱼都没有打出很大优势。 我觉得我们先把就换个思路就好了。要不我来玩那种开团的，我想往那种英雄玩。我也是这样想。我玩9宠或者羊这种。对，我们也是。你帮我搬个贾克斯就行。我帮你搬。然后我来靠你们打团，简单开一点。贾克斯吗？剑魔呢？
你有更重要的搬就先搬，上路倒还不搬都行。因为它鳄鱼建模效果差不多。主要是我想补个开团，不用搞那么多，先赢一把，赢一把就有感觉。说白了，下把炫君就稍微自己玩一下，好吧？我自己玩一下。优先看中野啊。看手比U1就行了。对，我们一把一把来，一把一把看。你就保着中下打，先给我靠一个，然后就拿下。先找一下赢的感觉。先赢一把。对，心都快开了，我还没上去。走，现在走。优先看中野。我在台下肯定也是要去观察，去如何赢下比赛的。然后也在台下看了2把之后，觉得有一些赢的方向。然后打完前2把之后，就知道下把肯定我要上去试一下。那EDG轮换阵容，赵立杰火箭登场。那个我们还是要开团就行了。鳄鱼，我有9桶，你9桶没问题是吧？他们鳄鱼猪哎，我9桶，你会被越吗？我能撑。对吧？这样我们就9桶泰坦吧。单条的情况报一下给我。我上路被推，下路还是能推。我上路前面放线，我 poke 他，你有机会绕后抓的。OK。你如果前面没节奏的话，可以看上。当时就想着不能这样，像前2把一样那样发育然后输掉，感觉有点闷。第3把就想着让冒牌就选个那种可以找机会带节奏的，选9桶那种，先赢一把，赢完以后就感觉有。冲拳已经蓄起来了，想去找呼吸哥一个 Q 闪，再接 R 技能去打纳尔，纳尔恐怕变不了大，直接被胖肚子一顶，收入囊中。风的位置很好，但是9桶这一炸锦上添花，但是呼吸哥刚刚进场，瞬间要被秒吃了很多的伤害，为啥把龙给拿了下来？天马横空裂红，在一个反冲拳拿到了猪妹的人头。打完这把，其实我们选手的心态会朝这打团对，因为打团现在会拉扯会赢嘛，所以我们自信找回来，圈军会自己在调气。nice，别笑了，好打好。OK， 兄弟们，这把赢了，开始追战，好吧 ？EDG 推平了 RNG 的主基地，扳回城，我们恭喜 EDG， 姐姐临危受命，打得非常稳定。输了2把之后，大家也没有压力很大，其实还是调整好了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就是开始慢慢追番嘛。然后赢了1把之后，就是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对吧？可以。我感觉岩雀是不能给，我觉得在红色方我是想搬岩雀的。对啊。我觉得我宁愿给他沙皇。可以啊，没问题。你给他最有自信的英雄。我感觉他只有岩雀。我岩雀想搬。你就搬猫，然后先岩雀猫，看情况搬是吧？3搬。3搬看情况。这种情况就剑姬我先不动了，下去4、5楼再说。我下去4、5楼再帮你搬2个上路都行，我直接把什么剑姬那个。他要是真前3个选，我就选个赖的，选凯南。赖的是什么？还是选那种能跟他亲近线的。有还是个岩雀猫咪，3路看你。抱着不去墨西哥的决心，好吧？OK， 现在开始开追。来，新的一把，冲！他选建模的话，你下去英雄够吗？我们这里选猪的话，鳄鱼一个。鳄鱼、纳尔、凯南。猪是要选的，你就选猪吧。先选猪吧。上路选个战士就行了，选个战士，这把要一定要战士，不要贾克斯纳尔就不能3个有鳄鱼、贾克斯纳尔。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这个组合很强。然后我觉得我们第2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面有岩雀这样的英雄可以阻止我们突进，所以打团起来特别难受。所以我觉得只要把阻止我们这个阵容比较好发挥的岩雀、沙皇这2个点都搬了，我觉得就没问题。而且当时就是炫君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嘛，他说让我们相信他鳄鱼是最好的选择。哦，他搬了剑鳄鱼或者还有什么？鳄鱼、贾克斯，贾克斯也行是吧？其实贾克斯一般。啊，对鳄鱼吧，我觉得。相信你的鳄鱼。来，再来一把吧。你想玩哪个？他就硬给你，给他赢一把，我就咬他。鳄鱼吧，那就。对。相信你，相信。这把我们没有岩雀，没什么压力。对，这把他们没有岩雀，没有沙皇。得给他冲烂。只是有个波比。加油啊，兄弟们！因为第4把最好的选择也就是鳄鱼，所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训练赛结果，所以我觉得没问题。2路高地了 ，EDG 现在越来越难打了。这里有个绕后踢的，他们还要推啊！没了，下路要打的，踢后面吧，踢吧，我看打架吧。这边我绕了，等你到位我就动。OK， 可以准备开，我绕了。
太难5秒到。 OK， 我被吹走了，追走了，慢点，我没事，逐渐走。我来了，我包了，看一下。双 C 都在鳄鱼的脸上，但直接被鳄鱼被壁咚了。第一时间，格拉被打出了第一条命，小虎的位置还可以，但这波应该是 EDG 的一波追击之势，总算是有盛强哥站了出来。当时就是那个眼快消了，我说我绕一波，就看这一波，然后对面正好往前压给机会了，所以那一波给我们缓了一大口气。EDG 还是不想放弃，可以打波，我找接到，去！弗兰朵一波进场，直接去找后边的嘎啦他被找到了，但是嘎啦往后拉扯下，还差一下普攻，越给我杀！有一手护盾，弗兰朵在顶他，能行吗 ？Q 技能将其秒杀，有这个一技能有弗兰朵，盛强和看下大不可，强迷们 hold 得住吗？哇，怎能不泪流满面呢？还是要靠盛强大哥来救驾。我们就是比他们强，别的不用说什么，我就是比你强，这2把结果就是这样子的，你们慌什么随便打。可以杀人，芥末咬住，发掉，杀2把，芥末，一波一打，杀，没事，杀，70要打出来，下把，加油！对面人均了，慢慢来，来杀！那么恭喜 EDG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OK，nice， 冷静，现在开始冷静，对面受不了了，冷静点，还是一把。第5把其实对追2的队伍来说是很优势的，在我看来，假设你是对面，你被追2把，我觉得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来，季后赛的过程中嘛，你们就打团也好，运营也好，就想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吧，你去做好沟通就好，好吧？我觉得我们口号就集中吧，好吧？找回去年的感觉，集中321，然后相信大家很期待，上。一起集中。这把感觉妖姬很好，因为两边都是拉扯的，想拉扯就妖姬。对啊，我们这把就拉扯。感觉妖姬有说法了哦，兄弟们，这把你妖姬开出来，感觉 BP 赢了。妖姬是吧？直接选呗，加油兄弟们 ！OK， 就这把了。其实当时他下去的时候就有说了嘛，打沙皇的话，他可以用阿卡丽、狐狸、妖姬，然后结果他们刚好是搬了狐狸跟阿卡丽。那个时候最好的就是妖姬。妖姬在这边找机会吧，我们追踪。上皇可以看。中了，慢点，打辅助吧，我们先打辅助，看芥末，巨魔可以打，我有治疗。巨魔宰了，把巨魔宰了。正面安吉的坦克级不太够的这2个人野辅恐怕都走不掉。nice， 集中，现在开始集中。我觉得中下，然后看小龙好吗？听我说。OK， 听到。我们兄弟听到就回应一下。 OK， 打得很好，我们集中。打着看小龙。中下，然后看小龙，完美，就这样打。因为那把特别不想输，所以就什么都跟大家说，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吧，让大家就是不能松懈吧。田野的话，其实整个比赛里面，就是他的指挥一直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大家也一直相信了他的指挥嘛，然后去执行。我还是觉得我们当时比对面厉害，其次是到第5把，我们心态也会比对面好。胡奇哥被留住了，又被链住了，2段链上，胡奇哥可能第一时间要被秒了，要被众人起火，强穿激光直接将其穿死了，这个 W 的伤害太高了。同时 Viper 超前爆闪往前走，他在疯狂的拉扯。可以，试下一波消失下一波40秒，可以中下。阿兹我觉得我们第5把就是完全没给机会那种，也算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选手身上其实都是有那种大赛经验的选手，就是打第5越打他状态会越好。因为每个队友都很强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害怕输的，哪怕是第5把也能像平常一样去做好自己的，打好自己。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失败，说白了。这个样子的话，感觉 EDG 还要追，高地是肯定有了，看一下要不要一波。来，大陆可以一波，集中，可以30秒，可以的。没闪了，要不要往前顶？沈强哥直接往前顶了，要锤了，但是这个锤子锤开，猛牙塔一个已经倒了，第2个兄弟们，再一次，去美国吧！帅不帅，我的大爷？没问题，到领先。我们要恭喜 EDG。面对强敌 RNG， 让2追3，拿到了第3个通往全球总决赛的门票。让2追3赢了，肯定是巨开心。当时那个是
呼了一口气那种感觉。本来是很紧张的，准备追山那种心情一下就释放了。放假了，有没有放假的感觉？就是很爽。当时特别激动跟兴奋吧，好像整个人蹦起来了。一般你输于第一局、第二局的话，当时对3局、5局的话，你可能期望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这样一局一局赢回来的话，你感觉会特别激动。 이렇게 극적인 역전승을 할 수 있었던 이유에는 뭐 누군가는 뱅픽을 얘기하고 누군가는 뭐 어떤 선수가 잘했다 하겠지만 결국에 5명이 끝날 때까지 집중을 잃지 않은 게 가장 컸고 좀 다들 간절히 월드 챔피언십에 진출하고 싶었기 때문에 그런 상황에서도 우리가 할 수 있는 최선이 뭔지 다 같이 좀 머리 맞대고 응원했고 그런 게 쌓이고 쌓여서 우리가 이겼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让二对3的情况下，教练组或者是管理能给到的帮助是有极限的，所以更多的是让他们能够稳住阵脚，能够调整情绪的还是他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们做得特别好。哎，放假了，放假了，放假，调整，哇，你知道我比完的，终于打输了。现在心情怎么样？又不是没追过，瞎唱。第5把的妖姬是出于怎么样考虑拿出来的？想玩一把。然后在17年也是打RNG，也是2追3，你也是用妖姬打出了很好的发挥，所以今天赢了，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心情吗？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感觉可以适当的庆祝，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休息了，因为我们打得太久了，从第2轮开始打得太久，就其实所有人都很累很累，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个庆祝是暂时的，然后要着眼于世界赛吧。我觉得就今年其实相比去年而言的话，是更曲折、更困难的一年吧。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去年已经拿到冠军的情况下，今年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期望也更高了。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很多时候去面对今年这样很多次被翻盘，以及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输掉比赛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一年确实是挺坎坷的吧。跟之前我觉得是没那么大压力，但今年其实感觉到后面季后赛大家是一场都不能输，还是压力蛮大的。去年过程比较顺利吧，今年磕磕绊绊，但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次世界赛的话，还是要一步一步上去的心态去打吧。我希望我们队员能够知道，这次世界赛对我们而言，其实比去年更加来之不易。然后一定要好好珍惜世界赛的这个舞台，为了我们整个团队，为了我们自己拼尽全力。希望我的队友们能够像去年一样正常发挥吧，原地踏步就行。我肯定希望我的100%胜率不打破，不然我就只有50的胜率了，太低了。 모두 후회 없이 경기했으면 좋겠는 게 제 바람이고 모두 다 만족할 만한 결과를 좀 가지고 돌아갔으면 좋겠다. 就想跟队友说加油吧，大家一起加油，希望能帮助到队友，做好自己，打好自己，剩下的结果不负自己的。因为我们去年是冠军，所以说我们今年去打世界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带着自信再出发吧。